越南旅行來到了胡志明市，以前叫西貢，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城市，是越南最發達的城市，面積2090平方公里，人口卻有1200萬之多。這裡就像中國上海一樣，是越南經濟中心，非常的現代化，經濟高速發展。今天跟隨我的鏡頭一起來探訪這座城市。我們先乘坐大巴欣賞這座城市的夜景，再看看傳統的當地人的市場物價，最後我們坐上西貢夜遊船，一瞬間仿佛置身於黃浦江上。據說這裡馬上要趕超上海。要說越南哪一個地方最顛覆你的認知，我想呢一定是胡志明市。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我现在在越南的胡志明市。這裡啊，在法属殖民時期又叫做西貢。2017年我來胡志明市的時候啊，那個時候我一下車我就驚呆了，哇塞，這麼繁華的一個城市，完全不是我固有印象裡面的越南。這裡不僅僅是高樓林立，而且到處充滿了法式建築，充滿了法式風情。走在街頭啊，你會誤以為，咦，我是在越南嗎？它仿佛有一種置身於上海又置身於歐洲的錯覺。胡志明市是越南的第一大城市，也是最繁華最發達的一個城市。以前呢，這裡它只是一個小漁村，叫做普利安哥。當時啊，它還是高棉人居住在這邊，有長達幾個世紀之久。在1623年的時候，當時的柬埔寨的國王啊，就讓這個越南的難民，因為當時南北越在打仗，讓越南的難民进入在這個普利安哥。後來啊，隨着難民越來越多，普利安哥呢就逐漸成為越南領土的一部分。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啊，被叫做西貢。在1859年的時候，法軍入侵，這裡就變成了法國的殖民地。隨後在1945年的時候，越南就正式獨立了。獨立之後呢，他們又打了好幾年的內戰，南北越的内戰。在1975年的時候呢，南北越實現統一，而就是那個時候啊，西貢改名為胡志明市。今天我們就以它舊時的稱呼西貢來称呼這一座城市，因為我覺得西貢聽起来它更有詩意，更美一點。這邊還有一組數據啊。西貢它的總占地面積是2094平方公里，人口大約是1200萬人口。它下轄呢一共是19個郡和5個縣。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西貢真的是人口密度非常的高。這個人口密度啊，完全是超過了咱們上海市。那麼今天我們就一起來探索一下這個城市。現在的時間啊是晚上的6點，就是現在就是華燈初上的時候。過一會兒呢，咱們就去坐一下他們這裡的觀光大巴，另外也看一下他們這個城市的夜景。一到晚上，越南的很多年輕人就開始出動了，路邊喝飲料的，在玩的特別多。這個是越南的一個廣場。他們的廣場是呈現那種狹長型，前面就是胡志明市委員會，然後下來這一條長長的都是一個廣場。新九客，在我2017年來的時候，他們的新九客才一家，現在呢已經遍布到西貢的每一個地方都是新九客。這個越南的新九客價格還是有點高的啊，就是基本上是在7萬8萬，折合人民幣也就是20、30左右。跟咱們國內差不多了。現在我們要去坐一下觀光大巴，來感受一下這個城市。前面就是觀光大巴的上車地點。150. What time? Maybe 10 or 15 minutes. 15 minutes. No. Every night. Every time. What time close? 24. 24? Yes. Okay. Okay. All day. Yeah. 就是我身後这個觀光大巴，幾乎在越南的很多個城市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觀光大巴，包括的費用呢也基本都是15萬，也就是人民幣的45塊錢。行駛的時間呢是在40分鐘到50分鐘左右，要看堵不堵車。還有一點啊，他們說這個觀光大巴是24小時的，他們沒有停下來，就是24小時不停的在遊覽這個城市。就是你任何時間，你甚至凌晨過來，他們也開着。對。Chị sao? Không còn một để thốn ha.
在越南找錢一定要點清楚啊，都是淚呀！有機會跟你們好好說說越南的那些坑。我們到樓上去。現在呢，我已經上了這輛觀光大巴，待會兒這輛觀光大巴將繞着西貢市一圈，看一下現在的西貢是什麼樣子的。前面這個就是胡志明市委員會。在其他地方可能夜遊你看不出什麼，但是在西貢这個地方夜遊你能更好的看這個城市，因為西貢的夜晚的夜景真的太漂亮了。前面那個是他們的郵局。在越南的年輕人啊，你們看，他們在地上就鋪一個墊子，然後再放一點吃的喝的東西，非常的悠閒自在，就在這個廣場上面。我们即將過一個橋，這個橋上你就可以看到越南非常現代化的一面。哇，太漂亮了，朋友們！哇哦！這條河呢是西貢河，就像黃浦江一樣，河的兩岸呢就是很多高樓林立。前面那個是越南的第二高樓金龍塔，在這一面紅色的那個呢是越南的第一高樓，有81層，461米。我感覺夜晚坐這個觀光巴士啊，非常的出入，非常的涼快，小風吹吹一點都不熱，非常的涼快。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西貢的發展，真的顛覆你的認知。Hello. A history of more than 40 years. The station offers viewers 8 channel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在河內我們也坐過這樣的觀光大巴。然後在河內我看到了，就是破舊跟現代是融合在一起的。那在胡志明這一路看到了，就是非常的摩登，非常的現代化，非常的高樓林立這種感覺。然後如果穿在他們的這種小街巷裡面啊，也可以看到非常多餐飲品牌這種連鎖餐飲品牌店。可以這麼說，西貢市啊，它是在飛速的發展當中的。它的 GDP 增長的速度啊，非常的快。每年都在以7%以上的速度在增長，那在有些年份呢，甚至達到了8%、9%、10%這樣的一個增長速度。所以朋友们，你們敢相信這是越南嗎？據說它馬上即將要趕超上海，結束了。越南的年輕人晚上都幹什麼？你們看，都是這樣的，好幾個人圍在一起喝茶。我們說西貢這個城市特別像上海，除了它高樓林立，除了它就是特別的繁華、特別的乾淨、特別整潔之外，還有一點就是我感覺到它這裡有一股非常蓬勃的朝氣。
在越南啊，本身年輕人占的比例就特別高，因為我在越南旅行的時候，大部分的時間看到了都是年輕人會比較多一點，而且這裡的年輕人，那你感覺並不是死氣沉沉，或者是感覺壓力特別大，或者是感覺非常的不開心，他們的精神狀態啊，我覺得特別的好，所以我感覺越南這個地方啊，它現在經濟增速很高，那以後呢也會保持着一個非常快的一個速度，因為它整體它是一個比較有活力的。比較欣欣向榮的一個地方。看完了西貢非常繁華的一面，我們來看一下西貢非常接地氣的一面，非常有煙火氣的一面，就是他們的菜市場早市。在西貢有一個專門提供給遊客的菜市場，那個是檳城市場，咱們不去。咱們現在要來的地方啊，是西貢的另外一個市場，叫檳泰市場。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在西貢當地人的菜市场裡面的物價是不是跟咱們的上海差不多。這個市場早上會比較熱鬧一點，現在已經是接近中午的時候了，所以呢可能沒有那麼多人。我們看一下這個椰子多少錢？邦牛15哦，15000就是人民幣的4.5塊。再看一下其他水果，這一盒菠蘿蜜是20千，也就是人民幣的6塊錢。你們看這個市場是不是本地？就看这菜市場乾不乾淨。如果市場很髒的話，就是非常的本地。包牛12萬1 kilo 18一斤。感冒。他們這兒包括在泰國，所有的海鮮基本上都是這種處於這種冰的狀態，冰鮮的狀態。青椒包牛。1 kilo 哦，1公斤150斤，15萬45。我們看一下螃蟹多少錢一斤？45萬一斤是60。螃蟹這麼貴的嗎？看一下土豆多少錢一斤？包牛包地。60萬包牛，25千，2萬5就是7.5塊，就是3塊錢一斤。黃瓜，這個小黃瓜，包牛，哦，2萬6塊錢1公斤，3塊錢一斤。這個大白菜，哇，我看見了這個，這是花，這也是一個花，這也是花，含羞草。包牛，20，2萬，炒，哦，炒着吃，包牛，這個呢，哦，1 kilo，哦，6塊錢一斤，這個生菜還是挺貴的啊，朋友們。咱們再來看一下豬肉啊，包牛，120，36塊錢1公斤，18塊一斤，感冒。上海現在的豬肉賣多少錢一斤啊，朋友們？黑黑的東西，有點像黑色的涼粉，3萬一盒，就是9塊錢一盒。1塊是7000就是人民幣的2塊錢啊。我覺得這個菜市場它的價格有高也有低，像有一些肉類可能跟我們的國內的2線城市、3線城市水平差不多。豬肉是18塊錢一斤，但是呢，我覺得他們這邊的蔬菜特別貴。正常來說，西貢這個地方已經接近於湄公河三角洲了，他們這邊是種植很多東西的。正常來講，蔬菜跟糧食的價格應該是大幅度下降才对。就你們看他們的菜市場價格，有些都是特別的高啊，但是有時候你們去餐廳裡面吃飯，就發現餐廳裡面特別的便宜。看到了這個春卷，不知道春卷多少錢？裡面有一整隻大蝦呢。10,000for one。哦，這個是一種神奇的醬汁，來吃一吃。哦，隔壁烤豬排好香啊！我放了越南這邊的一個香草，是我不清楚是羅勒還是九層塔。他們這個香草，我來越南這麼久，我還是有點吃不慣，有一點略略的帶着
魚腥草的味道。对于游客来講，這個菜市場可能沒有太多參觀的意義，因為這邊大部分賣的都是他們的菜啊、肉啊一些東西。包牛12啊，12哦，12000，稍微貴一點，但是它大杯的 OK。lemon，OK，哦，用了2根下去。西貢還是比較熱的，畢竟在越南的南部。哦，好喝。在越南必須每天喝咖啡之外，偶爾也會來一個這個甘蔗汁。我上次回海南的時候，發現在國內甘蔗汁一杯要賣到12塊錢，它這邊只有3塊錢一杯，還是這麼超大杯的。空送，空送，來，空送。西貢這邊特色的一種米飯套餐，豬排加上黃瓜、西紅柿各種青菜，再加上那個豬皮。之前我們剛來西貢的時候有吃過一次，就是西貢這邊比較經常看到的一種蓋飯，有烤豬肉，然後一點青菜、黃瓜。這道菜叫空慫。我覺得我在越南這一段時間，別的沒學會，他們的菜名倒是學了不少。有點偏甜，炭烤的有點偏甜。他們這很多東西燒烤的，醬料都下太多了，那可能是為了更好的下飯，有點甜。朋友們，你們是不是看我吃啥都香？就是沒那麼好吃啊，還是味道過重啊。有一些切好的水果賣，不知道多少錢？牦牛，哦，3萬。走累了，在路邊看到這個按腳的，來按個腳。西貢像這樣的一個按摩店非常非常多，你隨便在街上都可以看到，然後他們都會把價格標在外面，但是你們一定要記得去講價去打折。我剛才講到的價格是1個小時，25萬，也就是人民幣的75塊錢。像這樣的一個環境，小餐廳，一碗粉的價格是8萬9，也就是9萬，折合人民幣就是27塊錢。西貢啊，真的是整個越南來說，應該算是物價最高的一個城市了。雖然貴是貴啊，但是牛肉的量給的還是挺多的。湯汁倒進去，然後混合着所有的東西。我覺得它已經快接近於上海的消費水平了。除了消費之外，我們再了解一下西貢這個城市當地人的一個收入情況。我現在呢是在這家清理裡面，我們經常問一問這家清理的服務員。Question about the Vietnam 西貢的 income. It depends where you work. Restaurant service. The restaurant. I just tell you average, okay? Okay. It's around $300. $300 for months. US dollar. Work in factory. Sometimes they have to work like overtime, so the money is more than the the restaurant. basic. The restaurant they just work around 8 or 10 hours per day. But in the factory maybe more. If a person finish university, their salary about Depend on their experience. But the staff normal like this is just around $300. Sometimes it's lower than that. 6 years ago, the basic salary around 6 million Vietnam dong. 6 million. Yeah, around $240. Oh. Yeah, it's around that. The salary is more than before. Everything now is more Yes. I think in Saigon the price is expensive more than another city. Yes.
Yeah, but you can make more money when you live in Saigon, right? You work in Saigon, you can make more money. Of course, everything is more expensive. OK，thank you。越南的人均 GDP 是4346美元，这么说吧，中国的 GDP 是越南的3倍，基本上人均收入是越南的3倍。人均收入有了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啊，区別還是在於高收入的人群。在咱們國內呢，就可能高收入人群會比較多一點，所以我覺得西貢啊，相對於他們本地人來講，也是一個物價相對比較高，但是收入又比較低的一個地方。但是呢，還是有大量的年輕人湧到這個城市來打工、來謀生，因為他們覺得西貢是整個越南收入最高的一個地方。這一點是不是跟我們的上海非常的像？現在帶你們坐西貢的公交船，看西貢河的夜景。這就好像在黃浦江上的遊船看黃浦江的夜景一樣，是在這個碼頭買票啊。他們都是去乘船的，是從我們這個碼頭坐到這個4號碼頭，然後從4號碼頭坐回1號碼頭。我們現在是1號碼頭，它這個時間一直到晚上的10點，現在是快9點了。我們看一下遊客的遊船的價格。如果是坐在裡面的位置的話，是18萬左右，就折合人民幣50多塊錢。如果是坐在外面的位置的話，是24萬，也就折合人民幣的話是72塊錢左右。那如果坐在甲板上面是34萬，將近差不多100塊錢。朋友們，這個遊船是不是感覺價格特別的高？我們來一個平價版的。只有越南盾的1萬5，也就是人民幣的4塊5左右。4。Yes. No more ticket. 不巧，朋友們，票賣完了。很多人啊，他是通過就是網上在線的，就是網上 APP 來買票，所以呢，現場的票今天晚上都沒有了。所以今晚咱們就開啟遊客模式吧，去買遊客的那個船。Yeah, you can buy the ticket to go now. River Seat. River Seat? Yes, I have a valuable ticket. 今天他們還有這個小提琴表演。OK. The River Seat. Okay. 坐的是這樣的一艘船，斥巨資啊，朋友們。Here? Yeah. 哦，它這個是有座位的，我的座位在這兒。這個是裡面的座位。這個就是上面最好的一個位置。其實我覺得這個位置也還是不錯的。你們看我身後這個夜景，你們敢相信這裡是越南嗎？这艘船呢，就是上面有一些吃的喝的自助餐什麼的，好愜意啊，朋友們。我們從陸路、從水路都看了一下這個西貢，用一句現在非常流行的一句話來說啊，就是非常的 city。其實相對於觀光巴士，我更推薦你們坐這個船。就這個視覺震撼來講啊，坐這個遊客船，絕對會看到的東西會更多一點。開始小提琴表演。我建議你們不要去坐那個觀光巴士，把坐觀光巴士的錢省下來坐這個遊船，因為觀光巴士去到的地方啊，基本都是你步行都能夠去到的一些地方。
但是這個遊船上面你看到的風景未必是你步行能夠看到的。後面那個紅色的就是越南的第一高樓，叫 Landmark， 81層，460多米。在吉隆坡那个世界第2高楼建成之前，它就是東南亞的最高樓。你們想象不到吧？曾經的東南亞的最高樓就是在越南。世界高樓排名第1名是迪拜的哈利法塔，毋庸置疑啊，它是第1名。那第2名呢就是吉隆坡的一個高樓，第3名呢就是咱們上海的一個高樓。越南的 Landmark 經濟排第18位。在你的認知裡面，就是覺得越南應該是一個比較窮、比較落後的一個地方。說實話，在我2017年來西貢的時候啊，我一剛下那個巴士，我就震驚了，就是這個地方特別特別的繁華，一瞬間我仿佛就有一種回國的感覺。2024年我再來這個西貢的時候，我就更為震驚了。70多的遊客船之旅體驗完成。但是公交船我沒有體驗過，如果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過來體驗一下公交船，也不貴，就4塊5人民幣。它這個船啊會經過好幾個地方，從1號、4號、8號、9號、11號，但是最精華的就是在1號到4號，4號的對面就是越南的最高樓。現在啊我已經回到青旅裡面來了，今天實在是夠累的，累的，走了好幾個地方。其實還有一個地方啊，是叫日本街，是以前的日本的商人過來經商，然後呢順便開了一些餐館啊什麼的。不建議你們去，因為不好玩，真的不好玩。很多時候我們真的是要走出來去看一看，看看這個世界真實的樣子，不然的話總是會停留在固有印象當中。好了，今天這個視頻就分享到這兒了，我們下個視頻見吧。我正在環球旅行第11國越南，歡迎你持續觀看我的環球旅行紀錄片。拜拜啦！